的是追天短命一天啊！莫艳艳啊，你怎么会落到这种下场啊？有没有搞错啊？妍妍，怎么了？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厕所？红头巾年代啊！我妈不习惯坐的嘛，她说坐久了屁股会痛的，所以坚持不肯换哦。你妈才是怪人啊！难道蹲久了脚就不酸吗？哎呀！怎么了？你们家有什么牌子厕纸那么粗的？哇，擦了屁股不出血才怪啊！习惯了。哎呀，你们连厕纸也要省，真是受不了啊！我妈说啊，以前是用报纸的。啊！我的天哪！怎么没有水的？哦，旁边有一桶水，只要烧点水冲冲就行了。我还以为我回到我婆婆那个年代。我妈说用洗衣水冲厕所啊，可以节省用水啊。这是服了你们两母子啊！来来来，喂，你干什么？啊？我家没有洗衣机，我帮你洗衣服咯。Flintstone 住在山洞里都有洗衣机了。算了算了，我明天拿去洗店洗就行了。不用啦，反正我的衣服也是自己洗的，我帮你洗好了。随便你啊，那小心的洗啊，不要洗坏了，很贵的这些衣服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啊。你说的啊。柔柔，大姐在这里啊！你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何医生，柔柔怎么了？她的烧没有退，而且还烧得更厉害了。需要送医院吗？不用啦，天阳，你爸妈不是？我爹地妈咪正在坐船过来，我们约了11点在市区吃午餐。那时间应该到了吧？哎，你就别去了，在这里休息吧。啊。对呀，天安的爸爸妈妈知道你生病了，他们不会怪你的。大姐，我没事了。柔柔啊，你听话吧。你看天阳那么担心你。对啊，你好好的休息吧。等我跟爹地妈咪吃过午饭以后，我就马上送你回新加坡。他们都不放心你，我这个当医生的怎么能够特别开恩呢？所以啊，你还是好好待在房间里面休息。婉婉，你们放心去吃饭吧，我跟诺文会来照顾柔柔的。我会先给她冰敷，让她降体温，待会再拿点药给她吃。谢谢你啊，雨洁。应该的。姐啊，我们先去换衣服吧。哦，那柔柔啊，你好好休息哦，我们先去准备了。天阳啊，帮我跟你爸妈说对不起啊。我妈咪要是知道你生病了，她一定会骂我没好好的照顾你。你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我二姐夫他讲话很直的，如果他说错话，你帮我跟你父母亲讲一声。放心吧，
我爹地妈咪都很喜欢直爽的人。还有，你一定要回来啊！你怎么那么说？我刚才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。后来我在大树林里跌倒了，我怎么站都站不起来。我好怕，我真的好怕啊！傻瓜，我又怎么会离开你呢？天阳去码头载他的爸爸妈妈，应该没有那么快到。你们先去9楼等吧，我要去楼下超级市场看看有没有卖感冒茶，我买回去给柔柔喝。哎，大姐，柔柔她有2个医生看车，你还买那么多东西干什么？难道你不相信那方医生他们吗？而且我还听说那个何医生可是从外国回来的大医生哎，有他在，我们根本都不需要担心的。大医生又怎么样？你以为他是神仙啊？如果他真的那么厉害，柔柔早就好了，现在已经跟我们一起出来了。大姐，那个何医生他是不是得罪你啊？你把他说到一文不值。哪里有？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。当然，医生的话我们要相信，不过他们也不是万能的吗？况且有时候感冒茶喝了也蛮有效的吗？药最好是不要乱吃，要不然要搞到换肝换肾了，麻烦就大了。你就不可以说句好话吗？是实话实说吗？等一下看到人家的父母亲啊，你千万不要乱说话。别担心了，二姐，等一下我们先到9楼叫点东西，塞住姐夫的嘴巴就没事喽。你们先去9楼吧，我陪大姐买东西。好吧，走吧。我已经向雨姐求了。姐，嗯？怎么啦？看你精神不是很好，是不是没有睡好啊？就是了，换了一个地方啊，翻来翻去一直睡不着。你是不是有心事？没有啦。我看你好像一直在想东西。当然要想啊，等一下就要去见天阳的父母亲了，总得想一下，待会见到人家要说些什么话吗？人家那么有钱啊，可不能让人家看不起的吗？天阳，你先去餐厅，我跟你爹地去买一些东西，等一下吃完饭我们去看柔柔。好啊。姐啊，我想过去那边看一下东西啊。我看我们买些牛奶给柔柔喝吧。好。纽西兰的吗？不知道他喜欢喝什么牌子。我看我买了。哎，对不起。那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搞的你？没事，怎么搞的你？怎么搞的？你问你自己啦！我这么大一个人在这里，你都看不到眼睛瞎的啊你！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你尊重了别人，你应该负起疏忽的责任，怎么还破口骂人呢？我骂人又怎么样？我就是看你们2个不顺眼，我喜欢骂你们，不可以吗？你这么说，就是不讲道理，不负责任。我不讲道理又怎么样？这世界上有那么多道理讲的吗？天天都有人在做坏事啊，谁跟你讲道理？不要跟这种泼妇一般见识，跟他吵有失身份。走。什么泼妇？你不要走，你跟我说清楚。这个老妖精，你说清楚，谁是泼妇？是不是要我报警抓人？你以为你叫警察我就怕你？你叫喽！
打电话叫警察来。打了！不要说警察，就算你叫总统啊、总理啊，我都奉陪到底。姐，什么事啊？快打！爸，你是我是玲玲啊，玲玲？那她是大姐喽。你是婉婉，你以前很瘦的。你以为你丢下我们不理，我们一个个就应该变得像瘦皮猴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太失望了。没有你，我们一样好吃好住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跟你妈妈离婚的时候，她说会好好的照顾你们。果然没错。哎，你妈妈没跟你们一起来啊？爸，你不知道吗？妈已经去世很多年啦。去世了。你不要假了。妈妈在医院病到快要死的时候，想要见你最后一面，我跑去找你，你还叫你的佣人出来跟我说不认识我。这从何说起？从何说起？应该问问你自己了。我在你们家门口喊到我的喉咙都快破了，你就是不肯出来。我还被你那个小王八蛋儿子打到鼻子都流血，这件事情我死都不会忘记的。不要跟这些人多说，走啊，走！爸，你叫什么你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明明没说那样的话，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。你不用再想了，我告诉你吧，那些话是我叫佣人跟他说的。你跟婉婉说我不认识他，是。那你也知道？是，我都知道。当时我以为是他们母女俩串通好的诡计，要把你拉回他们的身边。加上那个时候你人在美国研究室里，所以我一直没把这件事告诉你。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快20年了。这几年来，他们也受了很多的苦。哼，这你就别担心，你那个老大不止吃得胖嘟嘟，骂起人来呀，声音还特别响亮呢。怎么，你是不是觉得有一点依依不舍啊？需不需要我帮你订桌酒席，让你们父女相认，顺便吃一顿团圆饭？哎，来了，大姐、二姐，来过来这边坐。来，坐吧。谢谢。我爹地妈咪他们就快到了。大姐，我刚刚打过电话给柔柔，她说她的烧已经退了很多。那就好啊。天阳很紧张柔柔了，刚刚打电话给柔柔，问她吃药了没有，然后又打电话给柔柔，叫她多喝水，再然后又打电话给柔柔，叫她吃东西。哇，他们真像梁山伯祝英台。不要啦，梁山伯祝英台的下场很惨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sorry，那就给你，你们是罗密欧和朱丽叶。姐夫，这2个人更惨呢。算了，我说这个也不是，说那个也不是。好了，我不说话，我封嘴。怎么会那么巧，在这种地方碰到他们？糟了，还没有问过天阳姓什么。爹地妈咪，让我替你们介绍，这位是柔柔大姐、二姐、二姐夫。哎，幸会，我很开心认识你们。你们还坐在那边干嘛？走啊！哎，大姐，大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姐，二姐，爹地妈咪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
姐啊，你们怎么都回来了？天阳呢？你们没有吃饭吗？是不是天阳父母亲没有来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姐，什么事啊？二姐，四姐，什么事啊？柔柔啊，你不要伤心，你不要伤心。是不是天阳出事了？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天阳再也不回来了。难道天阳真的出事了？你们说，你们说。不是，天阳他没事。那我为什么你们？大姐知道，你听了会很伤心的。不过我还是得告诉你，柔柔啊，你们不能在一起。一滴眼泪都没有流啊！你哭什么？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喂，大姐，柔柔不哭，你反而要担心。她把所有的痛苦憋在心里头，会有内伤的。那你说应该怎么办？哼，我怎么知道？你不知道就不要出声啊！好，我不说话，你就说我漠不关心。现在我开了口，你又嫌我烦。算了，我什么都不管。睡觉好了。喂，怎么样了啊？柔柔她怎么样了？还是那个样子喽，不哭又不说话的，一直在外面。我跟她说风大，叫她进来，她又不肯，都不知道心里想什么。那你还进来干什么？万一她想不开跳海，那不是惨？不要乱说话啦！我这眼看出她了啦。就是的。你干嘛打我出去啊？对不起啊，不小心了啦。都是那个王八蛋。没有良心，离开妈妈，抛弃我们，去泡上那个富婆也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再生一个儿子来害柔柔呢？为什么死的不是他，而是妈妈？我可没那么体贴啊，是大姐叫我给你的。我帮你算时间了，你已经超过3小时45分35秒都没说出一句话了。喂，这样我们怎么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？看来我只好用这一招了。我感觉到，人家说，人生孩子有互相感应的能力，所以我已经感觉到你心里的痛苦。
好像亲眼看见你心爱的人离你而去，他的背影越走越远，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了。那个人也许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。我知道那种心情，你什么都不想说，什么都不会想，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忽然间停止不动。哎呀，天哪，怎么那么倒霉呢？跟你做孪生姐弟，真是倒霉透了。在妈妈的肚子里，要跟你挤在一起；出生的时候，又要排在你后面。现在呢，还要被你这样折磨。哎呀，真是太倒霉了。你干嘛这样说啊？这个时候你还说这样的话？不是吗？你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，其实心里痛苦得要命。这种感受影响到我啊，搞到我心里也很烦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烦关我什么事啊？怎么不关你的事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有心理感应了吗？你在那边应承干嘛？女生不是最喜欢哭的吗？我们男生才要保护形象，男人流血不流泪。可是，哭是你们的权利吗？所以，请你不要掩盖自己的情绪吧。你很啰嗦哎，走开啊！难道你一点感情都没有啊？看到这种事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是不是对你叔母对的太多，连自己也变成一棵树？你不要说了，行不行啊？你是一棵怪老树，怪到不能再怪的老树，又怪又丑，丑死人，恨不得把你砍掉就算了。你很烦人，你走开了！你不要再说了，行不行？你不要说了，行不行？柔柔，哭啊！你哭。其实我很想哭，但是我不能，因为我是男人，我要保持形象。但是你能哭，你就痛痛快快的哭吧，啊！洋洋，我好担心天阳，我真的好担心啊！我打电话给他，我都找不到他，怎么办？没事的，啊，他一定会没事的，因为他跟我一样是男人，多大的打击，我们都受得了的。洋洋。
烦找天阳听电话。对不起，殷先生没来上班。他没来上班了。哎，对。谢谢你啊。柔柔，一起吃午餐吧。不了，我已经吃饱了。我妈做了王金家的饭，斋鸭呢是用黄豆做的，很有营养。来吃吧。那试试我妈做的沙律，这是有机蔬菜，不但没有农药，也没有化学肥料。吃水果吧，水果也是有机水果，可以帮助你消化。吃橘络，橘络纤维素多，可以帮助你通便。Ivan，我真的不要了，谢谢你。那我自己吃吧。柔柔，喝喝看吧，这是红萝卜加鲜橙汁，很有营养哦。不要了。哎，柔柔，大姐，大姐，你怎么跑来啦？你今天早上做了早餐呢，人走了，盒子还留在厨房里。我打电话去你公司，他们说你今天会在外面。我知道你这个人呢，一定是干脆挨了算了，所以我带了东西给你吃啊。那，大姐，你何必亲自跑来呢？那电谁看呢？杨洋今天请假，我叫他帮晶晶。肚子饿坏了吧？坐下来吃吧。他是你同事啊？是啊，他叫做艾文。安迪你好。我是他大姐啊。这看起来不是年轻人叫安迪。来，柔柔吃东西，吃吧。餐匙在这里。柔柔啊，不要吃那么多油腻的东西，特别是油炸过的，不但容易发胖，而且还容易致癌。喂，安哥，你可以 excuse 一下吗？我有话要跟我妹妹谈呢。艾文啊，你吃饱了你就先去做 market 吧。那好吧，安迪再见。哦，对不起，大姐，再见。这个人怎么这样讨厌啊？大姐啊，他的性格是这样子的，不过他工作挺尽职，人也挺好的。人好有什么用？会做人啊，什么都假的啦。你快点吃吧，我还煮了凉茶给你喝呢。你的病刚好啊，叫你多休息2天，你又不肯。大姐啊，我都跟你说我没事了。你没事还不快点吃多一点？你吃不下？大姐啊，我能不能够拜托你一件事啊？什么事啊？你能不能去看天阳？妈，天阳回来了。天阳啊，你怎么送了那么多啊？是病啦？哼，是，他是病了，他害了相思病。太太，天阳刚回来，就让他先休息一下吧。他还休息的不够吗？要不是我派你大哥去明丹岛请你回来，你连家都不回，公司也不理了是吗？你天天像游魂一样，人在魂不在，为了一个女人搞成这样，你像话吗？太太，我在教训儿子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也够糊涂了，跟那个女人生的女儿叫什么你也不知道。太太，当时柔柔还没出事嘛。你不要在我面前提起这个名字。这个女人什么都不懂，好像白痴一样。你不要这样说柔柔，可以不可以啊？你这巴掌是打醒你的。妈咪，你别生气了。是啊，妈，小心身子啊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想再看到你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。为了一点感情的事，搞到灰头土脸，这种男人能成什么大事？妈咪，你就给天阳点时间吧，毕竟他跟那个女人在一起已经有一段日子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你谁也别想怪，谁也别怨，事实就是这样，你们绝对不能在一起，所以再想也没有用。妈，你什么都不用再说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我会当做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件事，这样可以了吗？我也会告诉我自己，我从来都没有认识过柔柔这个人，这样可以了吗？我也保证，我以后都不会再跟柔柔见面，这样可以了吗？
生气了，小心身子啊！怎么了？气氛好像有点不对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妈咪，又是谁惹你生气了？不会是我吧？艾莉森，妈现在心情不好，不要再吵她。 Come on， 我也是家里的一份子嘛，你们怎么可以什么事情都瞒着我呢？啊？是吗？真有这么巧的事情啊？可怜的天阳，他一定很难过啊。当年，柔柔的母亲跟我分手的时候，肚子还怀着孩子。后来，听说她生了一对双胞胎。我想到医院去看她，可是你母亲不让我去。不久，他们全家搬走了，我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。Daddy， 你知道这些日子以来他们过得有多苦吗？都是我不好，我一直以为柔柔的母亲还活着。你们正在谈柔柔是吗？放心吧，以后柔柔就交给我来照顾好了。喂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你跟柔柔是同父异母的关系，而我不是啊。所以呢，就让我来好好照顾柔柔吧。我警告你，不准你接近柔柔。我本来只是想跟你开玩笑而已。像莫柔柔那种白痴的女孩子，我怎么看得上眼啊？不过，既然你这么紧张，我就偏偏要接近她给你看。你这样，等一下。要不是为了柔柔，我打死都不会来。你找谁啊？我找天阳。你是谁找他？你跟他说我是柔柔的大姐，我跟他讲2句话就走了 ，OK？ 什么柔柔硬硬的？天宝，我们不认识这个人，叫他走。哦。你这臭女人啊，真的是翻脸不认人呐！我妹妹好心啊，怕天阳出事，叫我来看她的，却摆出这副死人样子给我看，我看着都要吐啊！你这个死肥婆，竟敢骂我！叫我肥婆，我骂你又怎么样？你这老巫婆，你丑八婆，变态婆，你……妈咪，不要跟这种粗人一般见识。什么粗人啊？那你们又是什么人？上等人啊！我看你们是上等的贱人啊！你够了！你再闹的话，我报警来抓你啊！报什么警？你不要以为有几个臭钱，动不动就搬出警察、律师来吓我，我才不怕！报警太便宜他了。天宝，带 Samson 出来。哦。去叫你什么 Samson 啦，就算你叫什么拳王泰森来，我也不怕。原来是一只臭狗，以为这样就可以吓到我？有胆的话，放它出来咬我啦！不开冰灯。Go go！ 不要追我！王八蛋啊，竟敢放狗咬我屁股！哎呀，怎么样了哈？伤得严不严重啊？不会啦，只是有2个牙齿印，破了一点皮，流一点血咯。啊，这样还说不严重啊？你是不是要让那只疯狗啊咬掉我1块肉才算严重？不是啦，真的不是很严重嘛。可是不知道有没有毒，不如你让方医生看，打一支针咯。那不是要给他看我屁股？那有什么关系？反正你跟他都那么熟了。哎呀，算了，帮我涂一点青草油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
反正小时候又不是没有被狗咬过。哎呦，天哪，痛哎！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过分，为什么爸爸没有阻止他们？我说过很多次了，不要叫那个人爸爸。哦，他都不管我们六姐弟死活，还管我屁股啊！那就报警了，告他们放狗咬人。告什么告？他们的钱啊多到可以压死人呢，说不定到时候反过来说我们上门去捣乱来告我们呢，让我们赔个10万8万，那怎么办？大姐，我回来哎呀，了。柔柔回来了啊！快点快点！哦，哎，等一下不要乱说话啊！哦。哎呦，哎，柔柔回来了，厨房里还有些凉茶，我去倒给你喝。大姐，你怎么了？大姐屁股痛。大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啦，生了一粒痔疮啊！你大惊小怪做什么啊？柔柔进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去了他们家了。你是说天阳家吗？你有看到天阳吗？有啊。他还好吗？他没事，他开始的时候啊还不太能接受，不过他很快就想通了。他说最好你们不要再见面了。他叫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，像你这么好的女孩子，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对象的。柔柔，你也不要想太多了，就当作是做了一场梦吧。没事的，大姐，谢谢你。喂，晶晶啊，你躲在后面做什么啊？进来帮忙准备晚餐啊！我以为你有秘密要跟柔柔说嘛。四姐，我没事的。对了，你待会煮饭的时候不要煮太多，我病刚好没什么胃口。嗯，我先回房了。对呀，晶晶啊，你跟柔柔同房啊，你要帮我看住她啊。她如果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情，你要马上通知我，知道吗？什么奇怪的事情？比如说，她无缘无故跑到露台去嘞。你以为她要跳楼啊？嘘，不要这样大声嘛。总之呢，凡事要小心一点就对了。哦，还有什么要留意的？还有啊，看看她有没有自己跟自己讲话。又不是神经病，怎么会跟自己讲话？你还不是？哎呀，不是啦，不是啦。总之呢，凡事要小心就对了哈。哦，凡事要小心。凡事。晶晶啊，你应该为自己的婚事准备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去试婚纱？不急啦，大姐，阿明哥已经帮我选一件了。你呀，我真的是给你气死啊！哪里有女孩子像你这样啊？婚纱一生中只穿一次，怎么可以不急？怎么可以叫人家随随便便帮你去选啊？不是啊，有些人穿很多次的，离了婚再结婚就可以再穿咯。那你也想穿很多次吗？不是不是。我明天陪你去选。不用了，大姐，阿明哥说他帮我选的那一件婚纱，范文芳穿过的。我管他什么范文芳还是郑慧玉啊！我才是阿姐，我说去就去，去就去咯。晶晶啊，好了吗？好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不好看？啊，不会不会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还蛮合身的。哎，大姐，我的眼光还不错。不错，很不错啊。哦，还很性感呢。大姐，这间婚纱店很出名的，结婚是人生大事，我怎么可以让晶晶随随便便乱穿呢？阿明啊，看到你这么疼晶晶，我把它交给你，我也放心了。如果满意的话，我们就决定这一套好吗？怎
么样啊？你喜欢吗？大姐，你说呢？我说，为什么是我说？结婚的是你吗？最重要是你自己要喜欢。我觉得很漂亮啊。漂亮，那我们就选这套啊。啊。阿明啊，你去试你的礼服啊。哦，好好好。先生，请跟我来。啊。杜莫你，人家试婚纱都是又开心又兴奋的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？不开心啊？没有啊。没有，那为什么笑都不笑一下？你到底是不是想嫁的？想，当然想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穿婚纱嘛。大姐啊，你说这里是不是太低？一定会走光的。不会啦，我看，还好啦，一定要靠得很近，要比你高才看得到吗？那阿明哥站在我旁边，他不是看到完？那有什么关系？他都快成为你老公了，而且你们结了婚，你什么都要给他看光光的吗？对哦，这样很不习惯嘞。晶晶啊，你到底知不知道结婚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当然知道啦。不过我看你还是迷迷糊糊、朦朦胧胧的。很漂亮啊，怪不得人家都说啊，女人穿上婚纱的那一刻都是最漂亮的。只可惜啊，不是每个女人都有这样的机会。大姐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有我的 size 吗？问一问呢。小姐，有没有一件我大姐穿得上的婚纱？现成的倒没有，不过我们可以帮她定做。大姐，你几时结婚啊？啊，没有啦，只是开玩笑罢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小姐，上一次我试的好像不是这一套啊。就是这一套啊，没错啊。可是这个裤头怎么扣都扣不上啊。你是不是胖啦？可能最近吃多了一点。不要紧，我做多一点是 size。大姐，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清新的空气，终于能再次呼吸。深深的相信，战争有一天会平息。脑海里总想起，像空气快飞起，飞在天空里，享受难得的刺激。眼前的世界里有太多的不可理喻，放下你的忧虑，跟随着我的节拍。只要你心有爱，总有一天你会喝彩。渐渐地看见你，放不下，要继续得注意。5, 4, 3, 2, 1, don't say you love me。用你的身体带着舞步与我联系 ，Come and shake with me， 熟悉的声音。